我是梦露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的欧美彩妆后第2集。上次刚分享完 Sephora 后嘛，那在那一批 Sephora 战利品收到不久，我又看到 Sephora 上面有一些新品，所以我又请我的代购去帮我下标。那后来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些品牌也推出新品，所以就把它们买回来，今天一起收集在一起，要用边上妆边分享的方式分享给你们。那这些品项包括了底妆、眼影盘，还有一些假彩以及唇彩，今天都一起做试色给你们看。好，那首先就是底妆啦。在分享底妆之前呢，先来看一下我最近的肤况。最近肤况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干燥，像这个地方比较干燥一点点。那再来就是一些暗沉啊，还有黑眼圈，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底妆的话，首先要分享的就是 NARS 的极光亮眼粉底液。这瓶粉底是 NARS 最近推出的底妆新品，那它跟以往 NARS 底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稍微有一点点光泽，因为 NARS 底妆大部分都给人家比较雾，甚至对偏干肌来讲会稍微有点干燥的感觉，但是这瓶它是稍微强调有一点光泽。那如果说你是稍微会出油的皮肤，你在出汗出油之后，它的光泽会变得更加明显。那这瓶呢，我使用的色号是 D 开头，这个字我不会念，我会写在旁边。那它的质地呢，也是很透很水的，所以用量的话只要一点点就好了，大概像这样子的用量。那我一样先试在半边脸让你们看，它的质地很轻薄，你看。你可以稍微用指腹把它推开来。那这款粉底啊，它是强调遮瑕度比较高一点的底妆产品，所以我今天没有使用其他的遮瑕，然后再搭配海绵，均匀的把粉底给拍开，看它的遮瑕度很好。好，这样子左半边脸已经使用完粉底液了，来看这个对比。它的遮瑕度其实还蛮好的，而且我只有拍1层而已。那像黑眼圈这个地方啊，你看明显眼周提亮很多。那再就是整个肤色的明亮度，也明显比右边有一点肤色不均还有蜡黄的感觉来的明亮很多。像下巴两侧还有眼周的暗沉，这样子拍过粉底之后，我觉得整个都提亮很多，就不会有那种肤色不均还有明显暗沉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它遮瑕效果真的是还不错。但它的遮瑕又不是很厚重那种遮瑕，它是薄薄的，它不会有面具感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质地还蛮神奇。就你只要使用少少量，就可以获得还蛮明显的遮瑕度。那同时间又可以保留一点点皮肤的质感，它不会完全去遮盖住你皮肤原本的质感，所以不会让它觉得你粉底很厚那种感觉。它使用起来妆效我还蛮喜欢的。那光泽的话呢，是比较偏丝雾一点的光泽，它不是全雾面，它稍微有点光泽，看。有一点点光泽的，所以我觉得它这种光泽还蛮细致的，那又不会让偏干的皮肤看起来特别干燥的感觉。那如果说你是稍微会有点出油，甚至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出点汗，它的光泽会变得更明显。我使用的这个色号，我觉得跟我本身的肤色还蛮贴近的。整个使用完底妆之后，肤色大概可以提亮半阶左右，那又不会觉得跟脖子的色差很大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色号的。那针对毛孔的部分呢，因为这款底妆它的光泽是属于那种雾光型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用来雾化毛孔的效果还蛮好的，尤其是鼻头以及鼻翼两侧这一块。整个皮肤变得很平滑的感觉，我觉得它用来填补毛孔的效果还蛮好的。那我刚刚发现我的下巴这边还有鼻翼两侧稍微有一点点脱皮的痕迹，因为我这边会长粉刺，下巴会长内包型粉刺，所以我最近有在擦那个杏仁酸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擦完杏仁酸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干燥脱皮的情形，上妆之后就变得更明显。但如果说你的皮肤没有这种干燥脱皮的情形，基本上使用在正常的肌肤上面，它的妆效都是很服帖的。在眼影要使用的就是这个 NARS 的新品自恋爱线12色眼影盘。这个眼影盘前阵子在 Sephora 刚上市的时候，询问度非常的高。那目前台湾的专柜也已经在2月上市了，它的包装很美，你看，这是一个红棕色眼影加上马赛克效果的包装。那底下则是银色的边边，我觉得整个包装的质感我非常的喜欢。打开之后，里面一共有12个颜色，那它的配色都算是蛮实用的，有像这种打底的米肤色，以及很实用的大地色，还有眼线色。那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它有像这种枫叶色啊，还有一些珠光偏红的颜色，我觉得整体在配色上面都是很实用的。在粉质的部分呢，我觉得算是蛮细的，不会有很明显的颗粒感。我先刷上排的4个颜色让你们看。
然后那这就是全部的刷色啦，可以看到它其实蛮显色的，从那种很浅的打底色，可是到深一点的眼线色，我觉得基本上都算是蛮显色的。那在飞粉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明显了，你们看。我刚才只是这样稍微在上面搓一搓，然后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眼影盘的边边都脏脏的，尤其是亮片色的部分，我觉得它飞粉是比较明显的，所以我觉得是稍微会有一点飞粉的。那延展性的部分呢，珠光亮片色的延展性及匀色度表现是比雾面色好的。当你在用指腹推的时候，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亮片色，你只要轻轻一抹，它颜色就非常的均匀。那雾面色的话呢，我觉得它匀色度就没有那么的好，所以在做眼影效果的时候，我觉得雾面色可能需要多花一点心思，才可以把它画的比较均匀一点。那我现在就直接使用这个自恋爱线眼影盘来做一个简单的眼妆示范，先把镜头给拉近。眼妆就完成了，我没有画的很精细，就是大概配一下。那今天主要是使用里面的大地色以及红棕色去做搭配，来呈现一个有一点点迷蒙感的眼妆。那这个眼影盘里面的颜色，基本上我觉得都算是蛮实用的，它可以画的很日常清淡，也可以画的稍微重口味一点点，所以在配色上面都是很实用的。但是粉质的部分呢，我要再说一次，它有一定的飞粉，因为我刚刚在晕染的时候，它都飘到我的眼周下方，不管是雾面色还是亮片色，我觉得都是稍微会有一点飞粉。虽然说粉质蛮细的，不过我觉得在服帖度这一点，可能就做的没有那么精致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眼影盘的部分啦。接下来是 Make Up Forever 的超净化无瑕微晶蜜粉饼，色号是金透白1号。因为现在刚好到了收垃圾的时间，所以会一直收音到垃圾车的声音。那这个蜜粉饼呢，是我前几天去靠柜的时候一起购入的。我其实没有使用过 Make Up Forever 的彩妆，所以对我来讲还蛮新鲜的。那它的包装很可爱哦，它是铁盒的，你听到吗？方方扁扁的，我觉得还蛮容易携带的。那我买的色号是01，它是没有任何润色效果的白色蜜粉饼。那上面一样是有一个镜子的。我也刷给你们看，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，你几乎搓不太到什么颗粒感。刷在这边。那这个蜜粉饼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刷过蜜粉饼的地方，这一块皮肤会明显比还没有使用蜜粉饼的地方摸起来平滑细致很多，就是这种很丝滑的感觉。这个触感是非常有质感的。那我一样先刷半边脸，让你们看一下它的妆效。它是白色的粉末。我那天去靠柜试用的时候，柜姐示范给我看，使用了这个蜜粉饼之后，你的底妆质感会变成很丝雾的感觉，会像有一层纱罩在上面，整个会很柔很漂亮。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使用的粉底，因为也是比较偏雾感的，所以这样子使用蜜粉饼就好像看不太出对比。但是可以微微看到它的光泽。看，它不会雾过头，反而让皮肤变得很干燥，然后它光泽是很细致平滑的。用来搭配比较雾感的粉底，也不太会去影响粉底本身的质感，所以这两个搭起来的妆感，我觉得是还蛮合的，但就是看不太出对比的效果，有一点点可惜。但它的质感是很透的，很轻薄，不会有很明显的粉感。腮红一样是 Make Up Forever 的艺术大师玩色假彩，色号是 S400。这颗腮红超漂亮的，它的包装一样是那种铁盒的质感，那它中间有一块透明的塑胶板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它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脏脏腮红，就是一种脏脏的红棕色。那这一块颜色乍看之下会觉得好像很重，很不好驾驭，可它刷起来超美。我先刷色让你们看。那粉质的部分呢，也算是细致，不会有很明显的飞粉感。我觉得它的软硬度适中。不是很软，也不是很硬的粉质，刷在这里。因为用指腹刷，它的颜色一定会比较重一点点。可是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，而且是很有质感的颜色，一擦上去会让你的皮肤立刻显白。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红棕色，粉质的延展力我觉得也蛮好的，不会有明显晕不开的情形。这颗腮红其实蛮显色的，所以我会建议搭配比较松一点的腮红刷。那我今天使用的腮红刷是3C1的狐狸刷具组里面的腮红刷。在刷上去之前呢，
我会稍微再把多余的粉给抖掉，因为它真的很显色。你看我已经抖掉，它还这么显色，所以在下手的力道务必要谨慎一点点。今天想要画斜一点的腮红。我后来都没有再加腮红喽，就是使用原本的量，再利用腮红刷慢慢的把它晕开来，这样子边界就可以变得很柔和自然。那这边是有刷过腮红，这边还没有刷腮红，你看它非常的显色。那它这个妆感呢，我觉得很像你皮肤原本的泛红。如果你们有泛红困扰的人，就会知道我讲的泛红是什么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颜色，它不会有蜜桃色还是粉红色，甚至是偏紫的感觉，它就是很像你皮肤散发出来的一股红润感，所以我觉得妆下刷起来其实是很自然的。虽然说乍看之下会觉得颜色好像很重，但你实际刷到脸上，它的颜色是非常自然的。我很喜欢它刷起来的效果，就是这种脏脏的血色感，而且擦上去很显白，有没有这种泛红感？很漂亮耶，喜欢。那腮红的部分呢，还有这2个就是倩碧的小花腮红，色号分别是10号以及14号。这2颗腮红也是这次在 Sephora 的战利品。那10号的无花果小花，上次在最爱影片就有跟大家示范过，它是比较偏粉红棕色的感觉，非常可爱的粉红棕。那这个色号其实它也很适合当做眼影使用，刚刚分享的 Make Up Forever 那个颜色也很适合当眼影。那另外这个14号它还没有登场过，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玫瑰色的感觉，也是彩度比较低一点，不会过于饱和。那我要先刷色，让你们看小花腮红的特色就是它粉底都压得很硬，所以你在刷色的部分，即便是你用腮红刷很用力的去搓它，它上面的花瓣都不太会受损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颗很强壮的腮红。首先是10号的无花果小花，这个颜色非常的百搭，而且不太会挑肤色，有点粉红带棕的感觉，那也很适合当做眼影，擦上去非常可爱。14号是有一点带紫的干燥玫瑰色，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也蛮显白的。像我肤色比较偏黄嘛，可是擦这个颜色却不会过于的奇怪，因为我的肤色就不太适合偏紫的色号，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它紫的还蛮刚好的。刚忘记跟你们分享，这个是我去 Make Up Forever 靠柜的时候另外一个加购赠的品项。那它的全名是艺术大师玩色假彩双色限量盘，它是限量的。那颜色的部分呢，一个是腮红色，一个是打亮，甚至你也可以当做眼影色，所以其实也蛮实用的。首先是腮红色，你看这个腮红的颜色。它的色调又比刚刚的14号小花腮红来得更重了一点，所以它是非常显色的。再来是打亮眼影色，它延展力还蛮好的哎，看，然后珠光我觉得也蛮细致的，是很平均的光泽。那基本上这2个颜色，我觉得匀粉力都算是还不错，不会有不好晕开的情形。再就是发色度也算是蛮饱和的。那直接使用里面的这个打亮色来打亮。在这里，它好亮哦！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其实是我今天第1天开箱使用，所以有一点期待又怕受伤害。可是它的亮度好够哦！你们看，天哪，天哪，超亮的这个光，天哪！它整个是那种曝光的打亮哎，那我觉得它用来当做眼影的打亮色应该也很闪。对一下焦，这样子。打亮效果非常的好，还有鼻头，拿来当鼻子打亮也很明显哎，看亮度整个跑出来。但是因为我还没有修容，所以只看打亮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自然。我等下再把修容给补上。但是这一块的亮度好够哦，天啊！它跟这个脏脏腮红的颜色其实蛮搭的，因为都是暖色系。然后你打上去之后，整个假彩的层次感会瞬间跑出来。这个尾外这个，因为它亮片还蛮明显的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会显肌肤纹理的。我这么近距离看，会觉得皮肤的三角格纹路变得还蛮明显。但如果说你不介意显肌肤纹理，跟我一样的话，我觉得它用来当打亮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整个层次感会变得非常的明显。
我刚刚发现这个纸盒外面有里面夹彩的色号，3号的话是 S214，那打亮的话是 H106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把色号记下来，去靠柜询问看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疯狂的唇膏。唇膏的部分一共有3个品牌，分别是 NARS 的惹火唇膏，以及 Bobbi Brown 的精致唇膏，还有 Fenty Beauty 的唇膏新品，我都会先刷色给你们看。那首先呢就是 NARS 的惹火唇膏，色号是 Mona。Mona 是一个很沉稳的深红玫瑰色，那在色调上面又稍微带了一点红棕在里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沉稳又耐看的颜色，而且很显白。那在质地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延展力还蛮好的，是一个很好推匀的质地，不太会卡皮肤。接下来是 Bobbi Brown 的精致奢华唇膏，色号是8号。那8号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颜色，有一点玫瑰加上豆沙的色调，甚至有点干燥玫瑰色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，比较不会挑肤色，也不会挑妆容的搭配。那这支唇膏它的特色就是它滋润度非常的高，所以你在抹的时候是不太会去拉扯到你唇部的肌肤的。另外一支也是 Bobbi Brown 的精致奢华唇膏，那色号的话呢是33号，这个是比较近期推出的新色，在色调上面也是比较偏沉稳一点的深红棕土色。它的实用性，我觉得它实用性我觉得比起8号就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它是一个很有个性的颜色，你擦上去妆容的个性就非常的明显。接下来是 Fenty Beauty 的雾面唇膏，那它的包装外形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是一个八角形的设计。那整个包装的质感是偏向塑料的，所以我觉得拿起来比较没有重量，看起来好看，可是你实际上摸起来的质感，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好的，有一点小可惜。那这支唇膏在你还尚未使用的时候，在唇膏上方是会有一个小小的 Fenty Beauty logo 压纹，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包装是有一点小巧思的。那首先这个色号呢，它是比较偏南瓜色的感觉，带了一点枫红色的色调在里面。那这支唇膏它的质感是很滑顺的，很像奶霜的感觉，基本上是不太会拉扯皮肤的，所以我觉得在颜色的匀展力上面表现也蛮好的。第二个色号是非常正统的南瓜色，它比刚刚示范那一个色号来的橘很多。就是一个很南瓜的颜色，南瓜控们务必要收藏这一支唇膏，颜色非常的可爱。最后这个色号它比较偏向玫瑰红色的感觉，比起前方2个稍微带橘，那这支颜色只是比较偏红一点的色号。我觉得它的色调跟前面示范的 Bobbi Brown 还有 NARS 的唇膏都还蛮接近的。好，那这3款唇膏的手臂刷色以及整个上嘴的效果啦。那这3款唇膏共同特性就是它们没有特别防沾杯、防转印，都一定会转印。像我现在嘴唇上面擦的是 Fenty Beauty 的唇膏嘛，我直接示范给你们看，都是会转印的，它们也不会特别染唇，所以我觉得相对的就是它们其实都蛮好卸，只要使用一般的眼唇卸妆液就都可以卸得很干净。那这3款唇膏基本上 NARS 的惹火唇膏还有 Bobbi Brown 的精致唇膏都不是新品啦，所以我想应该大部分人都蛮熟悉这2款唇膏的特性，应该会有比较多人对于 Fenty Beauty 的新品雾面唇膏有比较多疑问，所以我特别来分享它。这款唇膏除了特殊的八角形切割包装之外，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质地非常的滑顺，有延展性。以雾面唇膏来说，我觉得这一点它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。注意看哦，从头到尾都不会断掉，而且颜色是从头平均到尾，它不会有渐层，应该不是讲渐层，它不会有断层或是不好推开的情形，甚至你在画第2都不会断掉，所以我觉得在质地的延展性上面，它的表现是真的非常好的。这支唇膏除了它的原色力表现非常优秀之外呢，还有一点就是它质地并不会太过干燥。以雾面唇膏来说，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是不错，因为有很多雾面唇膏为了要强调那种雾的感觉，它反而会雾过头，让你的嘴唇变得很不舒服，甚至是很显唇纹的效果。但这支唇膏，我觉得它的质地是比较偏向 cream 状的，所以你在推的时候，它会有很好的匀展性。再来就是它并不会让你的嘴唇变得太过干燥，你看它还是有一点点丝绒光在上面，有看到吗？所以我觉得它质地带给嘴唇的感受是还蛮舒服的。
而且这款唇膏它有很多色号可以做选择，除了我买的南瓜色还有深红玫瑰色之外，它还有很特殊的土色啊，甚至蓝色、绿色都有。那价钱的部分呢，我觉得算是容易入手，它不到台币1000块钱。那它整个使用感受还有妆效的表现，我觉得是都很不错的。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找这种细管唇膏的话，这支我觉得 CP 值还蛮高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，从白天录到太阳都下山了，今天的光线真的比较不稳定，然后收音也比较嘈杂一点，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。那今天分享的产品资讯，别忘了我都会整理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片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频道，让我想追踪更多关于我动态，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及 Facebook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